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好奇查了一下李沁，查完我惊呆了，原来李沁只上了初中，却从13岁开始苦学昆曲，这样的学历背景你怎么看？说实话，聊到李沁，脑海里第一反应就是那张清纯又带点温柔的面孔，真是让人觉得岁月静好，像个邻家姑娘一样。但是你要说学历，真的让人有点吃惊。只上到初中就出来闯荡，没想到他还偏偏靠着这个天赋和努力，走了这么长一段路。这个社会风向一变，学历成了硬指标，但人家那股子坚持刻苦的劲，真是让人佩服到五体投地。他的背景到底咋回事？查了查，李沁的学历只到初中。有段时间有人还在微信朋友圈嘲笑，说没文化就别装文艺，还真别说，这话听着挺刺耳的。说实话，学历越低越要靠天赋和努力去弥补，李沁身上的那股坚韧不拔是真的有人买单的。13岁那年开始学昆曲，不抽一口水都让人觉得不科学。昆曲这种东西学起来可是要天赋的，而且比很多走快车道的演员培训都难。有人会想，那他凭什么能混到今天？难道只是靠脸？你别逗了，这年头，脸再好也不可能靠脸走天下，你得有实打实的内功。李沁的成功不完全是靠容貌，他演技也逐渐被认可，是真正靠毅力和天赋一点点拼出来的。有一次采访他，说起小时候学戏的那一段，说自己每天5点起床背台词，看昆曲看得入迷。你说这的有多热爱？多少明星叼着香烟，喝着咖啡，抱怨自己努力不争气，李沁天天泡在戏班子里，汗水和泪水都攒到眼眶里。这个社会对于文化和教育的看法向来有点割裂，有人觉得有学问才叫真本事，有人说能力才最重要。李沁身上就像个活生生的例证，学历低，但他的舞台感、表演力、抗压能力，那真是比很多名校出身的人还要硬。有人对他这种没有金字塔教育背景的演员嗤之以鼻，但你有没有想过，他靠的除了天分，还靠的是那股子天生的韧劲。比起一些读书读到天昏地暗，出来依然浮躁不堪的人，他的坚持和勤奋更让人敬佩。我一直觉得，全部靠学历奏出来的成功，大概率是个伪命题。李沁给了我新的认知，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你肯钻研，肯折腾，学历也不是必须的挡箭牌。看得出来，他在演戏的道路上没有放弃过每一次一丁点的努力。他的经历也让我想起那些暗中付出的普通人。不管学历如何，最重要的是你愿意为了梦想坚持到什么程度。再说一句，拿学历衡量一个人，的确带点偏激。人活着不就是要活出自己的模样？你看那些上学成绩好的人，或许能带给社会的贡献很大，但也不代表所有成功都得靠硬核学习。艺术圈本来就是个边缘人多的地方，除了天赋，还需要那份与众不同的勇气。李沁的故事告诉我们，没有一块学历护身符，就不能成为一个真心热爱事业的人。光靠学历不一定能走得更远，但靠热爱和坚持一定能走出一片天地。他的背影让我想起以前遇到的那种坚韧不拔的老师、演员，或者那个平凡中带点不平凡精神的普通人。大部分人都在追逐一份光鲜，但殊不知，只要心安，努力拼搏，没有什么能阻挡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是不是也有点反常？有人会说，一个没有高学历的人，怎能理解这个复杂的娱乐圈？可我总觉得，正是那些没有被传统束缚的人，能带来更多不同的可能。李沁不会因为学历而被圈定标签，他身上的那股子韧劲，才是最打动人的。
很多所谓行业精英，实际内心未必比他强大。相反，越是在压力最大、条件最差的时候，那份坚持越能体现一个真实的人。你看到这里，会不会想，这些普通人的成功是不是也在告诉我们，学历其实就是一张门票，留下了身份和起点，但让人走得更远的，还是那份对梦想的执念。在看似不公平的现实里，李沁的故事让人心一震，只要不放弃，无论起点多低，只要你肯拼，走到最后都可以站在聚光灯下。回头再看看那些学历至上的声音，别让他们的偏执迷了眼。有时候，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是那份坚持的力量。你说，那些天天抱怨自己没有背景或者没有资源的人，是不是可以从李沁身上学一学？他说，只要努力，没到最后谁都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这话厉害得很。我压根不觉得学历低就是缺陷，反而看到他的故事，我觉得只要心怀梦想，谁都能找到自己的光。真的，人生没有捷径，只有不断折腾与坚持。那份执着，看久了，也许比那些学历杠杠的人更令人敬佩一些。所以问一句，像他这样的学历低微还能走到今天，意味着什么？或许正是在告诉我们，世上只要有梦想，就不要被标签束缚。你说不定还得感谢那些偏见，让你变得更坚韧。李沁的经历是一场活生生的证明，也是在提醒，成功不一定光靠一张证书，那些看似平凡的努力，才是你不可或缺的底色。你或者我，或许都可以从他身上汲取那么一点点勇气，不为别的，只为了自己还年轻的那段时光，能多拼一把。2. 回顾李沁，国家培养他9年，他却进了娱乐圈，背后原因真让人唏嘘。这是一位年轻的演员，身为90后的他，不仅颜值和演技都在线，而且还非常洁身自好，没有任何绯闻的传出。他逐渐在娱乐圈站稳脚跟的时候，却被人扒出见利忘义的过往。本可以成为国家级别的艺术传承人，却一头扎进了娱乐圈这个大染缸，不再回头。众多网友纷纷批评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李沁究竟有怎样的过往，让网友们群情激愤，大骂他知恩不报？一起来一探究竟。昆曲传承人。1990年，李沁出生在苏州昆山，地方虽小，但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百戏之祖之称的昆曲的发源地。出生于这样的地方，李沁不仅生得水灵，嗓子也是独一份。虽然昆曲的上手难度极高，但对于李沁来说，这都不是问题。在很小的时候，话都说不清的他就能跟着电视机上表演昆曲的人咿呀咿呀地学起来。他的父母看到这种景象，嘴都笑裂了。昆山是昆曲的发源地，这里的人对昆曲都有很重的情怀。眼看女儿有如此高的天赋，夫妻俩别提有多高兴和自豪了。并且昆曲是非遗，走上了这条路，前途一片光明。就这样，那时年仅11岁的李沁就被父母送进了戏班子，开始接受基本功的培训和专业知识的学习。戏曲的学习很苦也很累，但李沁却从来没有一丝怨言，甚至在父母都在心疼他的时候安慰父母。他不仅拥有超凡的天赋，而且工作勤奋刻苦努力，这种天赋与努力的完美结合，让李沁在年仅13岁时，便凭借昆剧《牡丹亭》游园中杜丽娘一角，获得了第7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金花奖。2004年，年仅14岁的他考入了上海戏校，在此地，他不仅接受了更为专业和深入的昆曲训练，而且也为自己的前途找到了一条更加璀璨的道路。他被上海昆剧学院的院长蔡正仁选中，成为了该院的第5代杜丽娘，几十年一遇的闺门旦，也就意味着李沁被国家选中，成为昆曲下一代接班人。
这份荣誉并非出自巧合，早在2003年，蔡院长在担任小梅花活动评委期间，就已展现出卓越的才华，一眼相中了当时的金花奖获得者李沁，甚至动了收徒的念头。不过，当时由于一些事情耽误了，没有立马把这件事落实，蔡院长引以为憾。没想到这次李沁来到了上海，这下蔡院长直接出手，将李沁收入门下。闺门旦是戏曲旦行的分支，饰演闺阁小姐或天真活泼的小姑娘，或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对表演者的要求极为苛刻，唱腔、身段和气质都是百里挑一。李沁几乎完全满足这些条件，她天资聪颖，拥有扎实的功底，同时具备极高的可塑性。于是，李沁就这样成为了国家秘密培养的昆曲传承人。其实所谓秘密培养，也就是国家包办了学员学习期间的所有费用，有名师教导，解决所有的后顾之忧，专心传承文化即可，不被外界打扰的一种说法。不过，也正是因为秘密培养只是一种说法，而不是真正的秘密，所以李沁的培养出现了意外。转战娱乐圈，那时的李沁已经接受了9年的秘密培养，一切都朝着众人期待的方向发展着。李沁不断在进步，老师、学校包括他自己都很满意，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真正的独当一面了。可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彼时新版《红楼梦》正在筹备拍摄，导演李少红面对巨大的压力，毕竟是在翻拍一部名著，而原著中的版本同样享有盛誉，因此李少华在挑选演员的过程中显得格外小心谨慎，每一个角色都亲自把关。薛宝钗、李少红一直为选角问题感到烦恼，直至邂逅了李沁，这位历经9年培育、昆曲学习时长累计10余年的名门闺门旦，简直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薛宝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要请李沁亲自出演这部电视剧，绝非易事，因为他此时的身份早已超越了普通人的范畴，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关乎到昆曲的兴衰。所以，即使是李沁本人表示感兴趣也没有用，必须要说服学院的领导才可以。李少红果断出击，却被当头一棒。学校的老师领导直接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李少红的请求，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李沁的家长立场与学校保持一致，李少红不得不先行做出让步。然而，令他感到出乎意料的是，李沁本人对于扮演薛宝钗这一角色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有了李沁的支持后，李少红又开始和学校领导周旋。最终，在李少红和李沁本的坚持下，学校同意暂时将李沁借出去。拍完之后，李沁还得回来继续传承昆曲。然而，事情的结果大家也知道了。李沁因在新版《红楼梦》中饰演薛宝钗一角而迅速走红，随之而来的是众多导演纷纷伸出的合作邀请。从此踏入娱乐圈，不再学习昆曲，被判争议。这件事的发生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争议四起。放弃昆曲培养，投身娱乐圈的李沁的做法，在网友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了2大阵营。其中，对李沁提出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其放弃传统艺术培养，转而追求娱乐圈发展的决定上，浪费昆曲教育资源上，说他背信弃义、见利忘义，并且在退出这个行当之后，还用昆曲当噱头，博取关注，赚取流量。这些非议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昆曲这个行当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其传承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然而，这一领域的人才选拔标准极为严格。当时，专门培养李沁的定向班每10年才进行一次招生。基本上每一位成功培养的人都在昆曲这一行会产生巨大的作用。李沁在培养阶段的尾声阶段却遭遇了旷工事件，
这无疑引发了极大的不快。加之李少红与李沁曾向学校保证，完成拍摄任务后将继续学业，这才使得学校同意了他们的离校请求。没想到李沁这次却是一去不回，流连于花花世界了。这样的做法不仅伤害了学院老师的心，还会打击其他传承者的信心，引发连锁反应。当然，也有一部分网友选择支持李沁，认为李沁转投娱乐圈是个人的选择，追求个人理想中的生活，本就无可指责。尤其是他具备演员的才华，在影视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经过深思熟虑，他做出的决定应该得到尊重。至于拿昆曲做噱头的那件事，有的人认为这是拿昆曲博取好感、立人设，这种损坏他人财物后却意图分享他人成果的行为，使得部分人对他所引发的争议愈发加剧。然而，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即便他已不再从事昆曲表演，他依旧保有着对昆曲的热爱，而且他如今也具备了一定的关注度。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为昆曲做宣传，他对昆曲的热爱依旧未减，同时他也渴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去对这一领域所造成的损害。这件事，没有人能给李沁定性，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然而，可以确信的是，他的行为无疑伤害了许多人，因此他内心充满了愧疚。4. 在影视行业深耕细作之后，李沁的演艺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他作为昆曲传人的身份，更加增添了他的光彩。而薛宝钗这一角色的成功，也为他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圈内的资源。后来的《楚乔传》中的元淳公主李沁塑造的角色中，这可算是一个佼佼者。起初是气度不凡的大国公主，转而沦为丧国之犬。她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演绎得恰到好处，无论是妆容还是仪态，都表现得十分出色，收获了一波不错的好评。而2018年的她更是凭借《白鹿原》中的田小娥一角，入围了白玉兰奖的最佳女配角的提名。之后的李沁也是资源遍地，影视剧和综艺都能看到李沁的身影。建军大业、庆余年、爱上特种兵等一大批影视剧她都有参演。这样的现状放在别人身上可能就很不错了，但对于李沁这位一出道就拿奖的人来说，就显得有些单薄了。李沁的确稳稳地站立在了娱乐圈，但没有火出圈来过，没有成为真正的顶流。在一些剧里也展现了李沁的一些不足，如今年的人生之路，担任主角刘巧珍的李沁无法得到观众的认可，台词问题、表情管理、妆容等方面都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很多网友用用力过猛4个人来形容她在剧中的表现。在扮演配角时，李沁展现出了极高的驾驭能力，然而一转为女主角，她却显得略显力不从心。这种状况也引起了众多观众的不满和议论，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演技仍需要磨练。随着之前昆曲事件的发酵和她出演主角的不尽如人意，让她损失了一些观众缘，风评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但好在李沁如同娱乐圈的异类一样，简直是一股清流，不炒作，不搞绯闻，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并且身材姣好，皮肤白嫩的她也不喜欢靠自己的身材博眼球，反倒相对保守。虽然有一些质疑声，但李沁依然坚定地走着她的演艺路，新作品不断地涌现。结语：李沁身上的确存在一些争议，但那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李沁既然选择了新的道路，我们也只能期待和祝福了。她自己都没有将昆曲视为禁忌，反而主动宣传，希望带动更多的人喜欢昆曲，这也是她对昆曲行当最后的帮助了吧。既然选择了，那就放手去做吧，认真做自己，认真做事情。